找到那个能使你持续学习的强大动机。几十块钱一本的教科书就是你最好的老师。每天如果抽出10到15分钟背10个单词，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难了？会有很多的视频，这些视频里面也都会有字幕。因为当你发现你要参加一门考试的时候，学习的猛劲是不一样的。Hello everyone, I'm Tim。上次分享的高效学习语言干货呢，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和评论。其实每一条评论我都有看，也发现很多小伙伴都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所以我想先说加油加油。那今天想就如何自学语言这个课题进行一个深度的讨论。那我会将0到1你需要做好的准备，以及1到10在进阶的过程中我曾经尝试过的好的方法论分享给大家。所以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希望这个视频都可以帮到你。那首先在0到1的这个阶段，也就是你刚刚开始接触一门语言，我要学日语，我要学韩语，我要学西语、法语。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找到那个能使你持续学习的强大动机。你必须认清一点，就是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说我1天2天就能掌握的一个技能，而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它需要每一个自学者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一个自驱力。我之前踩过的一个坑就是西班牙语，我是完全自学，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我英语日语都会了，我想再学一门语言。那西语作为世界第2大语言，我觉得非常有用啊，然后我就随便买了一本书开始学，就发现完全没有进展。所以在评论区有的小伙伴问我，那你自学西语多久了？我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断断续续的可能有3、4年，但是都是一个2天打鱼3天晒网的状态，甚至于有2天打鱼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状态了。但事实上是在懒懒散散的学习了1、2年之后，我渐渐的喜欢上了很多拉美的歌曲西班牙的一些文化，包括去旅游等等。我是真心喜欢上了这个语言带给我的感觉和文化的冲击，包括也认识了各种各样自语母语的朋友。我真心诚意的想要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进行流畅的交流。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是真正学习了这门语言。所以为什么我会把动机放在第1点讲呢？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无论是为了考试、出国留学，还是将来想去某个地方工作生活，亦或是你对某一个方面特别有兴趣，就是想要学好它。有一个 tips 是我之前在学习管理的 training 里面提到的，想象成功的模样。但这个同样可以适用于语言学习之中，就是你想象一下，你通过这门语言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进到了你想进的学府，或者得到了你想要的职位，或者只是你为爱发光，我能够做我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是怎样的？那这种想象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OK， 那恭喜你跨越第1步。找到自己学习这个语言的诉求，以及有强大的自驱力去持之以恒的学习之后呢，我们0到1的打地基就开始了。虽然听起来可能会比较枯燥，但我真的非常推荐一开始先用系统的教材去学习。比如说学习日语的话，很多人会推荐标准日本语。那我自己因为是在新世界日语这个机构学日语，所以我用的是新世界日语的教材。那西班牙语的话，我自己用的是就是现代西班牙语这个教程，自己去买的，很厚的几本。因为自学很多情况下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而这些教材绝对是经过各种教育者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斟酌，最终总结下来适合学生一步一步往上提升的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方法。它里面呢教你怎么去发音，最基础的文法、词汇都是你在打地基这个阶段必须要掌握的，所以不需要去迷信一些特别贵的网络课程或者是怎样。几十块钱一本的教科书就是你最好的老师。那接下来就是1到10的阶段，我 assume 你的地基已经 OK 了，那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做提高呢？在这里要推荐一个概念叫做微习惯。我相信看过《Atomic Habits》这本书的人应该都知道，讲的就是微小习惯中隐藏的惊人力量。就好比每天让你去健身房 workout 1到2个小时，你肯定觉得天哪，好累啊，坚持不下去。但是如果变成每天在家做10个俯卧撑，是不是就变得容易很多了？当你做了10个俯卧撑，有可能你在做10个深蹲，或者我在跳5分钟绳。1，它的难度并不是很高；第2，它会带动你去做这件事。那学语言也一样，你觉得好累好难，但是每天如果抽出10到15分钟背10个单词，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难了？那1年之后就可以积累3650个单词。但凡哪一天你觉得，今天背10个单词游刃有余，我还想再多背一点，我背个15个、20个，1年以后其实就可以背到5、6千个单词了。而且语言学习本来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某一天，我好像都听懂了，都看懂了，我升华了。Nice。另外一个 tips 就是可以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奖励，就是当你比方说背到1000个单词的时候，那我奖励一顿自己好吃的。当你升级到2000个单词的时候，你说我要去看一部我非常想看的音乐剧。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之中，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提升。在你有了基础的语法和一定的词汇量之后，怎么样再去做一个
level up。这里有一个我巨推荐的方法，叫做精听加默写，就是你去找那种和自己现在的语言水平相仿的文章，可以是音频或是视频。音频的话一定是网上有 script 的那种。那怎么知道文章适不适合呢？你听一遍能听懂80%就是最适合的。如果是英语的话，这个每日英语听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之前学西语用的就是它的同款 APP， 叫每日西语听力。以这个 APP 为例的话，会有很多的视频，这些视频里面也都会有字幕，然后你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这自己感兴趣真的很重要，这才能帮你每天去坚持下来。那举个例子，这里科普小杂文，你可能对科普的内容很感兴趣，你就可以进去点。哪一篇你是很想去了解的，不仅提高了语言知识，丰富了自己的科学知识。那这里面可能会有点长，4-5分钟，你可以选取某一个短一些的，或者一篇文章，今天做一半，明天做一半，去这样进行听力的练习。那方法呢，就是先泛听一遍。泛听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看字幕，而是仅仅用耳朵去听。然后你大概了解了大意之后，就开始进行那个默写。默写的话，可以是你听一句句子，然后把它写下来。如果你其中有任何没有听懂的部分 missing 掉的部分，再听一遍，直到你能把这句完整的句子写下来之后，再进行下一句句子。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一篇文章听完默完。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已经听了这个文章很多遍了，因为可能每一句话你都要重复好几遍。那接下来呢，就是拿着你默写下来的东西和它原来的文章去做对比。你会发现哪些东西我 missing 掉了，这个单词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拼错了，这个语法我曾经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还有这样子用法。你在反复 check 的过程之中，对于单词的巩固，对于语法的巩固都是潜移默化的。这个方法可能在前期对某些同学来说比较难，有可能要反复的听好多遍，但是在不断磨砺和进步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将来某一天可能你听1遍2遍就已经把这句话写下来，甚至你可以听2句连写。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这么做，那我敢说不出1个月你的语言就能突飞猛进。所以这个方法一定要好好收藏，多多练习。那最后有一些小伙伴会问，我怎样才能知道我自己处于哪一个水平呢？那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语言都有它的语言考试，日语能力考试，对吧？西班牙语的 DAILY， 或者英语的话有雅思托福等等。所以我会非常建议你可以去买一些真题集或者网上下载也可以去测试一下，做一套题目，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及格。比如你日语做了一套 N3 的卷子，觉得游刃有余，然后你 try N2 的时候发现有点难度不及格，那说明你现在的能力处于这两者之间，但是努力一下有可能达到 N2 的水平。那除了自测以外，其实我也非常建议每一个语言自学者都可以去参加语言考试。因为当你发现你要参加一门考试的时候，学习的猛劲是不一样的。就本来可能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学，哪天报完考试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要考试了，我要开始疯狂学习。当然也不一定是疯狂学习，但它一定会让你更加集中精力和时间去学习这门语言。因为考试听力、阅读、写作都会有，是一个综合的能力测试，所以你会去在这段时间补足自己的短板查漏补缺，同时更加系统的去梳理之前学过的知识以及考试需要考察的知识点，并且考试完了之后，如果拿到证书，也是对你这段时间努力的一个最好的交代。好啦，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这么多，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正在学习的语言以及好的学习方法，大家互帮互助。好啦，拜拜。